度依赖恶魔果实的5位强者失去果实能力，他们立马变成菜鸡。强烈建议黄猿和麦哲伦2人去鬼岛找凯多老师上课学习。第一位艾尼路，响雷果实能力者，靠着所谓的最强自然系果实，艾尼路在空岛自称为神，一发大招就能摧毁一座岛屿，破坏力完全不输远古兵器天王。不管你是海军大将还是4皇，只要不能免疫雷电的攻击，都得乖乖给艾尼路跪下。可能正是响雷果实的力量太逆天，才让艾尼路放弃对体术的修炼，连不会2档的路飞都打不过。第2位乔巴，人人果实大冤种形态，其他人的人人果实要么能变成金色大火，要么能变成传说中的太阳神尼卡。乔巴只能从一只狸猫变成普通人类模样。好在他对果实的开发很有天赋，用1颗蓝波球弄出7种战斗形态，拿着100倍力的赏金打着几10亿的奖，徒手接白刃抵挡4皇大妈，一巴掌拍在大看板严灾进的脸上。失去果实的乔巴就是小麋鹿，被视为草帽团的宠物和应急粮食。第3位麦哲伦，毒果实能力者。麦哲伦之所以被称为推进城最强男人，完全是因为他的能力太过逆天。在海底监狱狭小的空间内，即便你是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也逃不过毒液和毒气的攻击。中毒后不及时服用解药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可能是麦哲伦认为毒果实足够强，亦或者是蹲马桶耗费太多时间，才没有加强自己的体术修炼，与2档路飞交手被打得跪倒在地。第4位卡里布，沼泽果实能力者。正是靠着这颗自然系果实，卡里布混到2亿赏金成为超新星。面对不会霸气的敌人，沼泽果实确实很牛逼，这也让卡里布完全依赖能力战斗。但是在霸气成为标配的新世界，卡里布的沼泽果实基本没啥战斗力，外加没有修炼过体术和霸气，跟谁打都得落个秒杀的下场。第5位大将黄猿，闪闪果实能力者。这颗果实的确有着逆天的力量，即便是普通人吃了，也能短时间具备大将水准，因此黄猿才专心开发闪闪果实，弄出来8尺琼勾玉、天从云剑这些牛逼的招式，完全没去修炼所谓的霸气和海军60，才导致他遇到顶级的霸气使用者，只能乖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。如果黄猿和麦哲能去找凯多学习，懂得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，或许他2人都能达到4皇级战力。雷利当年为何不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？在最新的漫画1116话中，他亲自给出了答案。黑胡子击败艾斯后，将他送给海军，换来王下七武海之位去推进城寻找伙伴。为了铲除前海贼王罗杰的血脉，海军决定在马林范多公开处刑艾斯。作为艾斯老爹的白胡子决定亲自出马，率领手下所有海贼团攻打海军基地。只可惜伤病缠身的白胡子最终丢掉性命。身为弟弟的路飞为了救艾斯，一人闯入海底大监狱，又从推进城越狱来到马林范多救人。只不过当时路飞的战斗力太弱，眼睁睁看着艾斯被岩浆拳头贯穿身体。反观曾经罗杰海贼团的所有人，只有香克斯出现带走艾斯和白胡子的遗体。作为罗杰副船长的冥王雷利，居然一直在看直播，也没有去救艾斯。关于雷利没去顶上战争有2种说法，一种是雷利并不知道艾斯是罗杰的儿子，当年罗杰解散海贼团后就没有与船员们有过联系，与陆九生下孩子的事情也只是告诉了好友卡普。还有一种说法是雷利认为艾斯不会成为罗杰的继承人。罗杰被公开处刑之后，雷利就隐居在香波地群岛，目的就是等待能继承罗杰的新人出现。艾斯原本也有成为海贼王的梦想，只不过在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就放弃了。后来香克斯告诉雷利，路飞说过与罗杰一样的话，在香波地群岛见到路飞本人后，也认定路飞就是继承罗杰意志的人，才会在顶上战争之后教路飞3种霸气的用法。直到最新的海贼王漫画1116话更新，我们才知道雷利不去救艾斯的真正原因。贝加庞克正在向世人公布历史的真相。雷利观看后在下棋的酒吧喝得烂醉，他以询问罗杰的语气说，我现在只是个老人了，像贝加庞克这样的老人就不应该破坏年轻人的乐趣了吧。从这句话可以看出，雷利虽然知晓所有的历史真相，也不应该过多干预年轻海贼去追寻梦想。当年不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也是不想干涉他身为海贼的冒险。尾田给吴老星设置的最强技能，居然是对付太阳神尼卡的杀手锏。从萨坦圣登陆弹头岛开始，他展示的每一项能力都堪称神迹，前一秒还在大海的军舰之上，下一秒就能来到贝加庞克的实验室。这种堪比瞬间移动的能力，目前只有4皇中的香克斯具备。萨坦圣还可以将这项技能使用在其他人身上，让其他4位吴老星从玛丽乔亚瞬间抵达弹头岛。从吴老星怪物一般的外表看，他们都应该是幻兽种能力者，而且脖颈处都缠绕着黑色焰晕，不出意外是掌握了觉醒能力。除此之外，每一位吴老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技能。萨坦圣可以使用剧毒攻击，吐出的毒液球爆炸威力堪比核弹。内斯兽狼圣不仅能快速移动斩击，还有强悍的冰冻效果。马兹圣能喷火进行攻击，破坏力远超黄猿的镭射光线。沃丘利圣从口中吹出的气体如同锋利的刀剑一般。比特圣除了能变成巨大的杀虫，暂时还没有展示特殊的技能。吴老星还都具备霸王色霸气，很可能都掌握了最顶级的缠绕攻击。而且萨坦圣能让敌人的脑袋爆炸，说不定就是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。
相比吴老星的瞬间恢复能力，以上的技能多少都有些逊色。暴君熊一拳打断萨坦圣的腿和犄角，他能在一瞬间恢复如初。巨人族用刀斩断毕特圣的身体，对他却不能造成一丁点伤害。就连路飞自己也说了，吴老星拥有不死之身，攻击完全不起效果。反观路飞的幻兽种尼卡果实觉醒能力，虽然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可以用任何方式进行战斗，以及心脏变成解放之骨，从小老头瞬间变成精神效果，但是副作用也非常明显，不仅会消耗路飞的寿命，而且开启武当一会儿就能让身体透支无法战斗。如果不是神秘人和巨人族给他进行补给，现在的路飞早已失去继续战斗的能力。如此来看，吴老星的瞬间恢复不死之身，简直就是对付路飞尼卡形态最好的杀手锏。任由路飞攻击消耗体力和寿命，也不能对吴老星造成伤害。3位超新星中最强的6位都有谁？艾斯仅仅排在第5名，索隆已经超越2位赏金30亿强者。第6名卡文迪许，赏金3亿3000万贝利。在德雷斯罗萨登场时，卡文迪许就展示过超强的实力，仅仅用了一招就干掉了竞技场上所有的敌人。萨博也称赞他的实力非常强。在对战唐吉诃德海贼团时，卡文迪许并没有展示全力，赏金却能比当时的索隆高1000万贝利，也能反映出海军非常认可卡文迪许的战斗力。第5名艾斯，赏金只有5亿5000万贝利。艾斯的战斗力上限一直没有准确的定论，有人说他能匹敌海军大将，对战轻质场面上完全不落下分，可是在对战大将赤犬的时候却被对方一拳打飞了出去。艾斯能成为白胡子海贼团2番队长，整体实力应该很接近马尔科，即便没有大将级别的实力，也不会比所谓的海军大将差很远。第4名铁头王基德，赏金30亿贝利。当年超新星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基德的赏金甚至比路飞还高，他在新世界的表现也还不错，闯入蛋糕岛击败以为将星。不过在对抗红发海贼团时，惨遭本贝克曼打断一条胳膊。在鬼岛联手罗对战四皇大妈，使用此果实觉醒能力获胜。不过在遇到四皇香克斯的时候，连一招神臂都没挡住，惨遭秒杀。第3名特拉法尔加罗，赏金也是30亿贝利。罗不仅拥有冷静聪明的头脑，还有一颗堪称神级的手术果实。在鬼岛对战大妈的时候，罗的果实觉醒能力比基德更具杀伤力。后来在圣者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使用超强武装色驱散病果实，单挑只用阵果实的黑胡子，还能将对方狠狠揍了一顿。单从对战四皇的表现看，罗的整体实力绝不在基德之下。不过罗的体力差以及不会霸王色，限制了他的战斗力上限。第2名阎王索隆，赏金11亿1100万贝利。经过与炎灾尽的一场战斗，索隆成功登基地狱之王，不仅征服了最凶恶的妖刀炎魔，还掌握了霸王色霸气。抵达弹头岛之后对战卡库，用绝对碾压的表现获胜。还有与开启果实觉醒的陆奇交战，也是一招3刀流将其砍倒。当今索隆绝对有大将级战力，掌握霸禅攻击后能接近4皇级别。第1名太阳神路飞，赏金30亿贝利。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，路飞成为真正的海上皇帝，拥有最逆天的幻兽种尼卡果实，还有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在弹头岛对战黄猿和撒坦圣，也是以绝对的优势获胜。不过路飞体力不足算是缺陷，距离香克斯应该还有一些差距。上海军元帅的萨卡斯基，在青雉眼中真能打赢4皇黑胡子吗？从顶上战争的表现来看，当时的赤犬不具备4皇级战力，面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只是嘴上调侃，不敢正面交战。利用斯库亚德与罗杰的恩怨，给白胡子的胸口来了一把孝子剑，赤犬才敢亲自出手，沿将拳头重重砸在白胡子的胸口。不过在艾斯丧命后，彻底暴走的白胡子也差点将赤犬干掉。后来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，香克斯挡住沿将拳头救下科比，赤犬被吓得脸颊流汗一动不动，眼睁睁地看着罗将路飞带走。黑胡子在推进城招募完伙伴，立刻来到马林范多抢夺阵果实。面对奄奄一息的白胡子，黑胡子仗着暗果实的优势占据上风，却暴露出太过傲慢的缺点，被白胡子砍倒在地，差点丢掉性命。最终黑胡子海贼团全员出动，才将世界最强男人彻底击败。得到阵果实的黑胡子扬言自己才是世界最强男人，却不敢与红发海贼团交战，带着手下的人乖乖撤离马林范多。可见当时的黑胡子也没有4皇战斗，与赤犬交战也不一定能赢。之后在燃烧岛抓住超新星波妮，企图找海军交换一艘军舰，见到前来交涉的人是赤犬，立马带着手下的人逃跑。从赤犬自信的架势来看，好像真的有实力灭掉双果实的黑胡子。之后战国从海军辞职，赤犬和青雉在庞克哈萨德爆发元帅争夺战，经过10天10夜的鏖战，青雉被打断一条腿，以微弱的劣势战败。之后赤犬抽上雪茄当元帅，还敢当面骂吴老星被别人骑在脖子上。青雉选择辞职离开海军，后来在无名小岛上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听到拉斐特要干掉自己抢东洞果实，立马将大九等人瞬间冰封，表现出完全不怕黑胡子的气势，也吓得黑胡子立马向青雉道歉。后来在黑胡子的再三邀请下，青雉才决定成为他们的一员。之后青雉告诉黑胡子，
输掉元帅争夺战，也给赤犬留下一身伤疤。从此也能表明，青雉虽然战败了，实力并不比赤犬差很多。青雉自信能对抗黑胡子海贼团，赤犬也绝对有同样的战斗力。通过青雉的表现，是否可以说元帅赤犬能打赢四皇黑胡子呢？山治与黄猿的激战终于开始，萨坦圣也是改造人，有瞬间恢复能力。路飞重新投入战斗，击败土星萨坦圣。海贼王1104话的情报更新后，萨坦圣又展示出堪称 bug 的能力。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女儿波妮后，暴君熊朝着萨坦圣挥出重拳。尾田没有让所有的海米失望，大雄的这一拳结结实实打在土星身上，萨坦圣的身体受到重创，一条蜘蛛腿被打断，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下降。黄猿也在此时获得行动能力，他站起来准备灭掉草帽团的所有人。目前索隆正在对战陆奇，能否击败拥有果实觉醒的陆奇还很难说。路飞还在疯狂进食，短时间不会投入战斗，当下只有山治能挡住黄猿。山治在鬼岛对战奎因觉醒血统因子，整体实力应该有准大将级别，而且黄猿刚刚被武当路飞揍过一顿，战斗力不能恢复到最强状态。凭借山治觉醒血统因子的速度和力量，挡住大将黄猿绝对没有问题。草帽团的其他人也开始反击，弹头岛的几名海军中将显然不是对手。与此同时，海军的舰队准备行动，他们打算用炮轰彻底摧毁弹头岛。即便草帽团能搞定萨坦圣和黄猿，怎么逃离海军的包围圈也是问题。就在此时，萨坦圣展示出瞬间恢复能力，被暴君熊打断的腿重新长了出来。萨坦圣说过，他也是一名科学家，有这种恢复力表明他也是一位改造人。凭借暴君熊现在的身体状态和力量，想要挡住土星萨坦圣的攻击很难。不过他能为路飞恢复体力争取时间，一旦暴君熊战败，路飞就能顶上。期待路飞在击败萨坦圣的战斗中，能让整体实力再提升一个档次。天公开雷利能喝退黑胡子的真正原因，即便汉库克被干掉，九蛇岛还有4位大将级强者。黑胡子带着2个小弟去九蛇岛，目标是抢夺超人系甜甜果实。当时海军也在抓捕汉库克，结果连同大九和戴鹏一起被全部石化。见到汉库克对科比发起攻击，黑胡子趁机偷袭抓住汉库克的脖颈。他很清楚，即便是干掉汉库克，也不能救下自己的2个小弟大九和戴鹏。就在此时，雷利释放着霸王色登场，他让汉库克解除所有被石化的人。黑胡子也很给雷利面子，绑架科比之后，带着手下乖乖离开九蛇岛。之后，雷利告诉众人，自己已经老了，现在很难正面击败双果实的黑胡子。对甜甜果实势在必得的黑胡子，是真的因为害怕冥王雷利才离开的吗？回顾黑胡子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渔民，成长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计划有城府的人。离开九蛇岛必然是最正确的选择。首先，黑胡子不能干掉汉库克，用2个小弟的性命换甜甜果实并不是很划算。当下海贼世界已经进入最终的混战时期，丢失2名干部会让海贼团实力下降。其次，黑胡子即便将汉库克干掉，还得面对4位大将级强者的全力围攻。第一个是冥王雷利，他来九蛇岛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汉库克的安全。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对战黄猿，可以确定老年雷利至少有大将级水准，即便不能单挑打赢黑胡子，2人的战斗也会很焦灼，短时间无法结束。夏奇也跟着雷利来到女儿国，他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的船长，他还没有展示过真正的实力，应该不会比汉库克差，拥有准大将级别。别看打婆婆整天被汉库克踢来踢去，他曾经也是一位实力强悍的海贼，担任过九蛇海贼团的船长，还曾加入过史上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。如果黑胡子将汉库克干掉，必然会遭到3人的围攻，小命很可能不保。与此同时，海军还有科比和2名赤天使，没有被甜甜果实的能力石化。科比的战斗力很一般，最多也就中将水准。赤天使女帝也没有大将级，但赤天使鹰眼的战斗力一度让黑胡子感到畏惧，应该具备准大将级别。一旦黑胡子与雷利等人爆发混战，海军必定是围观者坐收渔翁之利。等到黑胡子在战斗中受伤后，赤天使鹰眼会将其抓捕关入海底监狱。得知卡普战败后众人的反应，黑胡子恼怒，他的计划完全泡汤。罗杰船员透露出卡普的生命安危。卡普刚闯入蜂巢岛的时候，大九乔特露出一脸阴险的表情，见到卡普大笑着倒着地上之后，他依旧是一脸阴险的表情，一边喝酒一边庆祝着胜利。圣胡安恶狼与恶政王一样，露出一脸严肃惊恐的表情。2人在对战卡普的时候都被狠狠揍了一顿，见到如此强悍的人战败，内心多少有一些不敢相信。还有一种可能是，他们将卡普干掉后担心海军会来找麻烦。当初偷袭卡普成功后，溪流挨了一顿揍，依旧露出邪恶的笑容。现在见到卡普倒在地上，他的脸上没有笑容，只有一副冷静的表情。难道溪流是在防备青雉的攻击？毕竟卡普是他昔日的恩师。青雉的表情非常坚硬，不像卡普刚登陆蜂巢岛时那样彷徨，亲手重创自己的恩师。青雉流下了眼泪，又用动气将眼泪冰封。不过从青雉的神态来看，卡普应该是重伤，并没有丢掉性命。达旦得知卡普战败失踪后，却没有表现出崩溃的状态，可见他认为卡普还活着，反而是在担忧路飞的安全。毕竟弹头岛周围有100艘军舰，
还有大将黄猿和五老星萨坦生。风车村的村长听到卡普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询问有没有明确身亡。得知卡普只是下落不明后，立马露出一脸自信的微笑，认定卡普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毕竟那是创造过无数奇迹的男人。村长到底是不是以为强者，一直是海米好奇的问题。卡普敢把路飞和艾斯放在风车村，显然不是指望达旦能保护他们。在罗杰的船员中，有一个人叫艾利欧，戴着帽子，穿着花衬衫，与风车村的村长非常像。或许他就是罗杰的船员，一直保护艾斯和路飞。黑胡子与罗的战斗已经结束，应该是知道卡普在蜂巢岛的事情，他的反应必定会非常紧张，完全想不到手下人的会捅一个大娄。黑胡子抓走科比的意图是让蜂巢岛成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，现在让卡普重伤下落不明，海军一方绝对不会让黑胡子达成目的，同时还得罪了草帽团和革命军。接下来的黑胡子将会与全世界为敌。目前草帽团被围困在弹头岛，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应该一无所知。当年艾斯被海军抓捕后，路飞不顾安危也要闯入海底监狱，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哪怕自己丢掉性命，也得救艾斯出来。假如路飞得知卡普战败失踪的事情，必定不会放过黑胡子海贼团。从弹头岛离开后，会立马前往蜂巢岛，最终之战也会顺势开启。能克制青雉的恶魔果实都有哪些呢？在蜂巢岛对战昔日的恩师卡普，青雉展示出冰冻果实强大的一面，曾经冰封住圣胡安恶狼和大九等人，也让黑胡子都不敢轻易与他交战。不过有5个恶魔果实能克制青雉的冻冻果实，赤犬的岩浆果实绝对算一个。在顶上战争，青雉将海面冰封，导致包围必无法升起。黄猿建议赤犬发动岩浆果实来融化冰块，赤犬立马使用流星火山，将海面的冰块全部消除。后来赤犬与青雉在庞克哈萨德争夺元帅，10天10夜的交战过后，赤犬以微弱的优势获胜，是否也能反映出岩浆果实对冻冻果实有克制作用？当路飞乘坐罗的潜水艇跑走时，青雉立马使用冰河时代，将整个海面冰封，说是阻止路飞逃走，更像是防止海军出动抓捕路飞。黄猿立马甩出8尺琼勾玉，将海面的冰块全部打碎。从此也能看出闪闪果实在破碎冰块方面很好用。贝加庞克在改造暴君雄时，与闪闪果实也做了结合，让他能使用镭射光线，对战所龙石能轻而易举融化一把剑。有如此高的温度，融化青雉的冰块也不算难事。艾斯的烧烧果实也能产生很高的温度，当年在马林范多对战青雉，就用火焰融化了冰块爆至嘴。现在是萨博吃下烧烧果实，实力可能比当年的艾斯更强，用火焰来克制青雉的冰块，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能产生高温的恶魔果实还有一颗，就是超人系热果实。曾经的主人是动画原创人物阿奇诺，可以产生1万度的高温，能将刀剑等铁质物品轻松融化，甚至还能制造一个岩浆温泉，再坚硬的冰块也会变成水。后来热果实的主人变成大妈的儿子欧文，也能产生非常高的温度，能瞬间将海水加热到沸腾状态。不过欧文的战斗力太弱，即便果实存在优势，也会被青雉玩灭。阵阵果实可谓是最强超人系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青雉在顶上战争对战白胡子，将对方冻成冰块之后，却感叹震动无法被冻住。随后白胡子就将冰块震碎，从此也能看出青雉认定了阵阵果实能克制冻果实。现在是黑胡子吃了阵阵果实，当手下的人被青雉冰封时，他也说了能利用震动粉碎冰块，不过也会粉碎同伴的身体。可见恶魔果实即便存在克制关系，使用得当，战斗力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尾田公开革命军5位队长中最强的2人，一人单挑大将绿牛并打伤对方，另一人在藤虎的额头留下伤疤。革命军为何让五老星感到畏惧？除了有龙和萨博2位顶级强者，还有东南西北中5位军队长，他们的战斗力强弱一直没有准确定论。伟大航路的队长是伊万科夫，他在路飞闯入海底监狱时登场，吃下超人系荷尔蒙果实，能利用激素提升实力和改变性别，还有不错的治疗能力。伊万科夫对战拥有准大将实力的麦哲伦，被毒果实击败后勉强保住小命。对战大将赤犬时，伊万科夫简直不堪一击，战斗力相比大将有不小的差距。东南西北4位队长在露露西亚王国登场，对战桃胡子的时候小秀了一波实力。贝蒂是东军队长，赏金4亿5700万，吃了超人系谷物果实能激发人体内的力量，更像是战场的辅助者，个人的战斗力应该不会太强。林德伯格是南军队长，赏金3亿1600万贝利，是毛皮族的一员，在革命军中的作用是搞武器研究，并不是核心战斗成员。在最新的漫画1083话中，尾田公开萨博在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的景，他让南军队长林德伯格去救曾经的同伴大雄，自己前往天龙人的核心地带，毁掉代表天龙人权威的飞天龙之体。西军队长茉莉和北军队长乌鸦负责对抗大将藤虎和绿牛。茉莉的对手是大将绿牛，他用长叉刺中绿牛的身体，将对方打伤。茉莉是吃了推果实的巨人族，虽然赏金只有2亿9300万贝利，却是100年前的大海贼，曾被关入海底监狱，靠着果实能力偷偷越狱。可见茉莉的赏金与战斗力完全不符，能打伤海军大将绿牛一点都不奇怪。北军队长乌鸦刚出场时，就有不少海米认为他是队长中最强的一人。他吃下的恶魔果实能制造乌鸦，很可能是幻兽种3足鸦果实，甚至达到了觉醒的状态。在圣地玛丽乔亚时，萨博见到大雄被当作奴隶变愤怒，乌鸦也能轻松将他控制住。乌鸦的对手是大将藤虎，
两人的具体战斗经过并未公开。世界会议过后，彭虎乘船出海，可以看到他的额头已经缠上了绷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彭虎额头的伤就是在对战乌鸦的时候留下来的。乌鸦的赏金只有4亿贝利，却拥有打伤大将藤虎的实力，可见在之前的战斗中，他并没有展示真正的实力。是否可以说革命军的整体实力应该在四皇海贼团之上呢？黑胡子海贼团战斗力最弱的成员公开，一招没有出被秒杀3次，居然还想着干掉卡普。要问黑胡子海贼团最弱的人是谁，很多人会认为是巴沙斯，他能当上1号船的船长，绝对是因为拍了黑胡子的马屁。当年在巴拿马岛遇到艾斯，巴沙斯抱起一座房子扔了过去，被艾斯一记火拳化成灰烬。黑胡子还特意强调他不是艾斯的对手，陪同黑胡子来到推进城开招聘会，遇到麦哲伦后吃了一招毒龙被秒。如果不是溪流送来解毒的药，黑胡子海贼团会彻底留在海底监狱，去顶上战争抢夺阵阵果实。黑胡子率队与元帅战国爆发战斗，巴沙斯又站了出来，他想攻击战国给自家船长帮场，结果被卡普一拳头从空中击落，挨打后一脸茫然不敢说任何话。2年后，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登场，抢夺烧果实失败后，他把目标改为橡胶果实，打算偷袭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的路飞，不料被萨博及时赶到一脚踹飞。随后巴沙斯用艾斯的事情激怒萨博，又被一招火焰龙王差点打死。出场后一直被秒的巴沙斯确实够弱，不过黑胡子海贼团还有一个人，他的表现比巴沙斯更加弱一点。这个人就是巴斯克乔特，外号大脚，是黑胡子从推进城招募到的强者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乔特跟着黑胡子一起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本想着抓住汉库克享受一番，不料被汉库克直接变成了石头雕像。如果不是雷利让汉库克解除果实能力，乔特的命多半会丢在九蛇岛。1年前，在某座无名小岛，乔特和圣胡安二郎一起遇到了前海军大将青雉，应该是乔特一行人惹怒了对方，被青雉直接秒杀，冻成巨大的冰雕。好在黑胡子带人及时赶到，才让青雉释放了乔特与饿狼。当拉斐特向黑胡子提议干掉青雉，抢夺洞洞果实来提升战斗力时，青雉再次使用洞洞果实，乔特又是瞬间被冰封失去战斗力。如果不是黑胡子向青雉道歉，乔特即便能保住小命，也得落得个残疾。不要看乔特一招没出就被秒杀3次，他居然有干掉英雄卡普的野心。卡普去蜂巢岛救科比，黑胡子海贼团负责留守的人之中就有乔特。他见到卡普毁灭一座城镇并没有害怕，反而露出了一副阴险的表情。从卡普能一招秒杀青雉来看，即便是黑胡子本人到场也不是对手。乔特想把卡普留在蜂巢岛，一定是打算用什么险恶的方式，还是希望卡普能救走科比安全离开。被黑胡子海贼团围剿确实会有危险。从来没有展示过真正实力的香克斯，用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揭开了3个谜团。海米口中的面子果实是确实存在的，索隆与鹰眼的实力再一次被拉大。第一个是香克斯为何能当上4皇。当年在东海的风车村，香克斯为了救路飞被带鱼咬掉一条胳膊，变成残疾人后，香克斯的实力不降反升，在6年前成为最年轻的4皇。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他为何能成为4皇，现在有答案了，就是一个字：太强。对战基德海贼团时，香克斯只用了一招神臂，便秒杀了基德和基拉。基德算不上顶级强者，好歹也有霸王色和恶魔果实觉醒，赏金也达到了30亿贝利，结果没扛住香克斯一招，只能说两人实力差距太大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尾田还公布过香克斯另外2个强大的技能，一个是见闻杀，能让敌人的见闻色失效，即便能预见未来也没有效果。另一个是瞬间移动，在顶上战争挡住赤犬杀克比的时候也用过。霸王色缠绕匹敌罗杰，外加瞬间移动和见闻色，如此强大的香克斯不会比任何一位4皇的战斗力弱吧？第二个是海米口中的面子果实确实存在。2年前的马林范多，香克斯用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结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斗。不管是当时的黑胡子海贼团，还是失去船长的白胡子海贼团，以及是拥有10万精英在场的海军，都选择了给香克斯一个面子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香克斯的战斗力强，红发海贼团他们打不过。世界会议期间，古老星特意留出时间见香克斯，也是给足了面子。如此来看，所谓的面子果实就是强大的实力，打不过就得给个面子。第3个谜团是鹰眼到底有没有霸王色。作为世界第1大剑豪，鹰眼曾经与香克斯决斗打成了平手，他到底有没有霸王色霸气，一直是海米非常好奇的问题。从香克斯秒杀基德的战斗来看，主要输出就是剑术与霸王色的结合。鹰眼既然能与香克斯打成平手，不会霸王色缠绕攻击显然不行。如此来看，索隆与鹰眼的实力差距又被拉开了一个档次。之前追赶鹰眼，索隆需要像鹰眼一样打造一把属于自己的黑刀，现在来看，索隆还需要修炼霸王色，达到能像武装色一样的缠绕攻击。不过索隆已经觉醒了霸王色，能否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就得看他的天赋了。只要索隆打造出黑刀，再学会带黑闪拉丝的攻击方式，超越鹰眼也不算难事。路飞的赏金从3000万到30亿贝利，经历了7次变化，头像也更换了3次。你知道悬赏令的照片都是在哪里拍的吗？路飞第一次被通缉是在打败阿龙之后，当时的赏金是3000万贝利。赏金令的照片上有乌索普的脑袋，还有一些被破坏的建筑物碎片。路飞在希罗布村遇到乌索普，联手索隆和娜美打败洛克海贼团，当时没有海军在场。
应该也不会被拍下照片。来到海上餐厅巴拉蒂，索隆挑战鹰眼失败后，乌索普带着他去追娜美，路飞留下来邀请山治，打败了东海霸主克里克。战斗的地点是在大海上，与悬赏令照片背景不符合。为了邀请娜美当航海士，路飞来到可可西亚村，不仅打败了阿龙海贼团，还将阿龙乐园彻底摧毁。娜美也将老鼠上校狠狠揍了一顿，拿回被他们抢走的钱。为了报复路飞等人，老鼠上校让海军通缉路飞，并提供在阿龙乐园拍下的照片。在阿拉巴斯坦，路飞打败七武海老沙，赏金涨到1亿贝利；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路飞击败 CP9 的陆奇，赏金来到了3亿贝利。还有经历顶上战争之后，路飞的赏金达到4亿贝利，赏金令的头像一直都没换过。在德雷斯罗萨，路飞击败七武海多弗朗明哥，赏金也涨到了5亿贝利，悬赏令的照片也换了，穿着红色衣服，应该是汉库克用睡衣给路飞做的。对战明哥的时候，路飞穿着向日葵图案的衣服，与悬赏令上的不一致。在冰火岛，为了保暖，路飞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。只有在香波地群岛和渔人岛，路飞穿着那件红色长袖。结合草帽团悬赏令的照片都是在渔人岛拍的，路飞的照片应该也是在渔人岛拍的。去蛋糕岛接山治回来，路飞击败了第3将星克利架以及第1将星卡塔库利，赏金飙升到15亿贝利，也被誉为海上第5位皇帝。可悬赏令的照片没有换，直到在和之国击败凯多，路飞的赏金涨到30亿贝利，成为4皇之1。悬赏令的照片也换成了5党模样，可以确定拍摄地点是在鬼岛屋顶，拍摄者就是 CP0 的成员之一。现在草帽团在弹头岛冒险，与陆奇带领的 CP0 已经交战过一轮，接下来可能与大将黄猿以及五老星之一的土星爆发战斗。之后路飞的赏金增加，悬赏令的照片还会更换吗？一顿饭能炫掉1亿贝利的路飞，出海至今到底糟蹋了多少宝贝？在离开空岛前，路飞在大蛇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大批黄金。一向对钱没有感觉的路飞，却对眼前金晃晃的东西起了邪念。趁着天还没亮，路飞就叫醒娜美等人一起去大蛇肚子里偷黄金。一群人将黄金打包好之后，本想在空岛居民发现前溜之大吉，殊不知为了感谢路飞打败艾尼路，空岛居民为草帽团准备了一根金柱子。见到罗宾带着黑压压一群人，还抬着一根奇奇怪怪的柱子，路飞等人误以为偷财宝的事情被发现，于是背着黄金撒腿就跑。见到路飞等人逃跑，空岛的人民着实有点懵逼，认为草帽团做好事不留名。后来娜美用偷来的黄金换了3亿贝利，如此来看，那根黄金柱子起码价值100亿，3亿贝利也没经得起造，2亿被弗兰奇拿走，剩下的1亿被路飞一顿反造了。在恐怖3维帆船时，佩罗娜将财宝藏在桑尼号上，自己却被大熊拍飞了，草帽团顺理成章捡漏，莫名其妙得到一大笔财宝。娜美开心地躺在黄金上，路飞的眼睛贼亮，在财宝中找到一个炫酷的手环，戴起来非常帅气。殊不知手环是约翰宝藏的藏宝图，具体价值多少贝利一定是天文数字。在推进城时，路飞与小丑巴基相遇，才得知手环是宝藏图，并大方地送给了巴基。可能是为了感激路飞吧，巴基帮助路飞去第6层找艾斯，还同路飞一起越狱。来到顶上战争后，巴基开直播搅乱战场，间接帮助路飞救下艾斯。当赤犬追杀路飞的时候，巴基又站出来了，把路飞和慎平送到罗的潜水艇上。后来在渔人岛，卡波里将龙宫的宝贝全部偷走，尼普顿对此并不在乎，他答应娜美，如果能追回来，财宝全部送给他。于是娜美发动见钱色霸气，奏飞3大战力去抢回卡里布偷走的财宝。吃掉大妈的点心后，路飞担心4皇对渔人岛不利，送出所有财宝大事化了。在这堆财宝里面，有一件渔人岛的绝世宝贝运手箱，也救过路飞一命。闯入蛋糕岛救山治的时候，路飞和贝基联手计划刺杀4皇大妈，不过计划没能成功，却遭到了整个4皇团的围攻。穷途末路之际，运手箱炸毁蛋糕城堡，才让路飞等人有了逃跑的机会。从被误解成古猎王到魔神降临击败赏金13亿的大海贼，山治已经拥有大将级别的实力吗？在草帽团，山治一直是除了路飞和索隆的第3战力，不管是在阿拉巴斯坦对战老沙的巴洛克工作室，还是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山治的对手也都是敌方的第3强者。在人妖王国学习2年，山治不仅学会了乐步，还掌握了见闻色与武装色。可是战绩方面却非常拉胯，在冰火岛对战维尔哥，对方算是中将级别，场面上看双方是5-5开，山治的小腿却被踢骨裂，也落下了骨裂王的污点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后，山治与明哥有过一场战斗，场面上完全被对方碾压。要不是罗及时出现，山治保护不了娜美和桑尼号，也会被明哥击败。山治也有较为惊艳的表现，在蛋糕岛躲过卡塔库利的偷袭，一度让海米觉得山治的见闻色或许达到了预见未来的地步。还有逃离蛋糕岛的时候，山治用肉眼看不见的速度踢飞大妈的儿子欧文，救回气风后还没有被发现，速度方面完全碾压对方。
来到和之国后，当山治穿上3号战斗服，便跨上了进化魔神的道路。利用战斗服的速度和隐身能力，山治对战2位飞六包，几乎秒杀了赏金接近3万亿的佩吉万。为了救回被绑架的桃之助，山治再次穿上吉尔玛的3号战斗服，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战斗。先挡住了岩灾镜击杀桃之助，又用腹部抵挡镜的攻击，看似被对方打飞，身上却没有一点伤。可以说山治与镜也有一战之力。不过在面对美女的时候，山治的战斗力就会归零。对战飞六包黑玛利亚，山治明知对方是敌人，也没有对女生还击，这也是他最大的弱点。在与奎因的最终决战前期，山治并不是奎因的对手。为了探究吉尔玛的科技，奎因没有使用全力攻击，用一种戏弄的态度与山治战斗。当山治体内的血统因子因为穿上3号战斗服而觉醒后，山治的身体不仅拥有超强的防御力，还拥有瞬间恢复能力，恶魔风脚也进化成了魔神风脚，一脚打败赏金13亿2千万贝利的奎因，从此与古列王告别。进化成为魔神的山治，战斗力也应该属于大将级别了吧。在众多的大佬眼中，岩灾镜真的是最弱皇父吗？多年前，凯多在海军的研究所遇到镜，见识到镜的忍耐力之后，凯多邀请对方做自己的小弟。凯多对镜说自己会永远保护他。凯多之所以如此看重镜，也是因为认可镜强大的实力。大妈带着 Big Mom 海贼团来到和之国，还没登陆就遭遇到镜的攻击。起初没把镜当回事儿，结果海贼船被镜一脚踢飞。当见到马尔科的时候，大妈的孩子们一度认为是镜又来攻击了，可见他们对镜的战斗力非常畏惧。奎因的赏金是13亿2千万贝利，仅仅比镜少7000万贝利，但面对镜训斥自己时，奎因也不敢还嘴，对镜的实力有一些忌惮。大妈也算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第一次见到镜的时候，大妈直接开启挖角模式，邀请镜加入自己的海贼团。一方面是看中镜是露娜利亚一族，曾经被世人称之为神，能让万国的物种更加丰富。另一方面是大妈看中镜的实力，得到镜能让 Big Mom 海贼团的战斗力提升。鬼岛战争开始后，赤鞘九侠的目标是凯多，镜打算出手帮助老大凯多，手中的刀却被乙藏用枪击落。乙藏要求镜乖乖的不要动，显然是自信有能力挡住镜。在救桃之助的时候，山治与镜有过一场战斗，依靠吉尔玛的战斗服，山治的速度和防御力能与镜匹敌。当腹部被镜用嘴巴击中时，山治的表现有点慌张，让镜快点住手。可见在山治来看，镜的实力比自己强一些。一直在高端局玩耍的马尔科一点没把镜的战斗力放在眼里，为了把索隆送去对战凯多，马尔科一个人牵制镜和奎因。即使被砍掉一条胳膊，马尔科很快便恢复了。一个人对付2位大看板，场面上也没有落下风的镜到底有多强？索隆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。注射下毛皮族的特效药后，索隆与镜展开决斗。不管是攻击力还是恢复力，索隆一度被镜压制，曾经能秒杀敌人的一刀流狮子哥哥也没能对镜造成伤害，外加妖刀研磨擅自释放武装色，索隆差点陷入自闭。好在觉醒霸王色之后斩断镜的一条胳膊获胜。百兽海贼团战败后，绿牛来到和之国收拾残局，面对镜和奎因，绿牛直接用藤蔓秒杀对方。赏金超13亿的大看板也不过如此吗？盘点海军中最强的5人，战斗力第1的人打架，卡普也只能靠边站。藤虎是第5名，在种种果实的加持下，藤虎被世人称之为怪物，凭空召唤巨大的陨石，让明哥和罗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过藤虎的战绩不算优异，对战刚刚吃下烧果实的萨博，场面上5-5开，最终以平局收场。对战击败多弗拉明哥的路飞，也没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。在玛丽乔亚联手大将绿牛对战萨博和3位军队长，藤虎的额头被打破，却让萨博一行人安全逃走。第4名是战国。作为前海军元帅，战国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力，还拥有卓越的智慧。年轻时的战国与白胡子是老对手，两人的战斗力差距也不会太大。在顶上战争，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。打路飞的时候存在放水的嫌疑，一拳下去只是将3档路飞打漏气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战国身上缠着很多绷带，上了年纪，战斗力也有所下降。赤犬是第3名，也是现任海军元帅。赤犬所吃的岩浆果实，在3系果实之中也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。对战伤病产生的白胡子，赤犬并不算劣势，自己挨了一顿揍，也给白胡子的胸口留下2个洞。对战年轻气盛的艾斯，从果实能力和经验2方面完全碾压，一个人挡住白胡子海贼团的众位队长，展现出的实力确实比战国高一点。第2名是卡普，海军中将钉子户，也被世人称为英雄。卡普没有吃恶魔果实，靠着一双铁拳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。随着年纪的增加，卡普的战斗力并未减弱，一拳将马尔科从空中击落。愤怒的卡普要取下赤犬的脑袋，战国奋力按住他的头，也证实了卡普有能力干掉赤犬。与黑胡子海贼团战斗过后，战国全身缠满绷带，卡普却没有受一丁点伤，战斗力不弱于4皇。
海军中战斗力第一的人是冈古空，也是世界政府的最高统帅。冈古空外表健壮，左眼处有缝合伤疤，曾经与红伯爵1对1战斗，卡普也只能待在一旁观看。两人体力耗尽之后，卡普将红伯爵抓捕住，关入海底监狱。红伯爵凭借一己之力，能与罗杰海贼团并驾齐驱，战斗力绝对不在罗杰之下，也不会比卡普弱。排年海军中排名6到10名的强者，最弱海军大将第8名，没见到四皇本人，撒腿就跑。陶兔是第10名，职位是海军中将，另一个身份是大将候补，拥有成为海军大将的资格。陶兔是一名剑士，手中的佩刀金皮罗也是一把名刀，是否属于无上大快刀还不能确定。顶上战争之后，赤犬开启世界征兵，招募强者，却没有把陶兔提升为大将，也说明他的实力没达到赤犬的要求。茶豚和陶兔一样，职位都是中将，也都是大将候补，两人谁强谁弱很难确定。赤犬招募藤虎和绿牛接替自己和青雉的位置，也能反映出茶豚的战斗力不如藤虎和绿牛。第8名是绿牛，和藤虎一起晋升为大将，拥有怪物级别的战斗力。绿牛吃了自然系森森果实，能通过藤蔓吸收它的养分，削弱敌人，增强自己。在和之国登场后，绿牛轻松干掉百兽海贼团残部，遇到香克斯的霸王色攻击后，立马灰溜溜的逃跑，也打破了大将与四皇属于同一级别的说法，把绿牛当最弱大将也是名副其实。青雉排名第7，被赤犬打断一条腿后，好像变得更强了。在顶上战争，青雉多次对战白胡子，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，躲过丛云切的攻击，自己的招式却对白胡子毫无效果。对路飞出手时，被马尔科一脚踢飞。与艾斯战斗也打了一个平手，趁着钻石乔兹分心才将其击败。与赤犬争夺元帅失败后，青雉离开海军与黑胡子合作，为了救老同事斯摩格，青雉瞬间冰封多弗拉明哥，不可一世的明哥也只能乖乖服软。第6名是黄猿，吃了自然系闪闪果实，出场至今，黄猿一直没有用全力战斗，却一场战斗都没输过。在香波底群岛对战雷雷，场面上是5-5开，脸颊被轻微划伤，给放走草帽团找了个好借口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黄猿与马尔科交战，前期两人你来我往打成平手，后期趁着马尔科分心，2道激光射穿小马哥身体获胜。对战白胡子，黄猿2次用激光命中对方，整场战斗下来，黄猿不仅没有受伤，连衣服都没怎么脏。但凡黄猿能勤快一点，排名都能往上提一提。吃恶魔果实不仅能提升战斗力，还可以提升能力者的仇恨值。沼泽果实是自然系的一种，能将周围的环境变成沼泽，也可以让能力者变成液体状的泥土。作为沼泽果实的能力者，卡里布长着一张猥琐的脸，身上挂着黏糊糊的泥浆，让人看着很不舒服。卡里布拥有2亿1千万的赏金，出场至今不是挨揍，就是在挨揍的路上。在愚人岛对白星公主的所作所为，进一步拉升了对她的仇恨值。大妈的儿子欧佩拉吃了奶油果实，能制造出大量的鲜奶油并加以操控，敌人触碰到鲜奶油后，皮肤会被糖化变得焦枯。欧佩拉的面部与鲜奶油一样，都是软塌塌的，像有未知的液体流下来一样，看起来十分恶心。欧佩拉体型肥大，说话时喜欢带上呼啦2字，让人看到就想把它塞进垃圾桶。吃下炸弹果实后，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能爆炸，即便是吐出的气也可以当做爆炸物。作为爆炸果实的能力者，杰姆有摇滚歌手的外表，内心却非常阴险可恶。在与索隆对战的时候，杰姆抠出一块鼻屎变成炸弹扔了出去，索隆用刀砍中后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用刀砍鼻屎也成了索隆最不愿提起的一件事。黏黏果实刚出场时，一度被认为是鼻涕果实，因为它的主人托雷波尔始终挂着2行鼻涕，一副邋里邋遢糟老头子模样。吃下黏黏果实后，可以从身体的任何部位制造浓稠状的粘液，看起来确实像鼻涕，十分恶心。路飞也确确实实被恶心到了。与托雷波尔战斗时，路飞一度认为黏黏果实属于自然系，不管怎么攻击都无效，即便附加武装色霸气，攻击也不能造成伤害。原因是托雷波尔太瘦弱，身体被粘液包裹起来，攻击没有打中本体。毒毒果实是一个想吃又不敢吃的恶魔果实，吃下它会变成毒液人，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能制造出毒液，可以麻痹敌人让其产生幻觉，受尽剧痛折磨后死亡。正是因为毒毒果实对麦哲伦实力的提升，让他成为海底监狱最强的人。麦哲伦呼出的气体也有剧毒，导致他吃下的食物含有毒素，一天中至少有10个小时处于腹泻状态，周围的人也会因他呼出的气体中毒。如此毒的麦哲伦还能找到女朋友吗？伊姆为何暗杀贝加庞克？桃之柱居然成了导火索。在海贼王1062话中，陆奇、卡库和史翠西带着赤天使去暗杀贝加庞克，有不少海米推测，是不是贝加庞克的革命军身份暴露了？早在暴君熊接受改造时，就有海米推测贝加庞克或许是革命军成员。暴君熊原本是革命军的干部，加入七武海的目标是探查情报，愿意当人间兵器的试验品，一定是与贝加庞克做了某种交易。在香波地群岛，暴君熊将草帽团全员拍飞后，
又让贝加庞克给他设定了一套程序，守护桑尼号的安全，直到草帽团的成员归来。贝加庞克配合暴君熊做背叛世界政府的事情，也能证明他与革命军存在一些关联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伊万科夫被暴君熊攻击后，表现得非常惊讶，他不明白曾经的同伴为何对自己大打出手。这一幕刚好被多弗朗明哥看到，并推断暴君熊与伊万科夫曾经的关系很好。如果多弗朗明哥把此事告知世界政府，伊姆也会怀疑贝加庞克的忠诚度。陆奇对暗杀贝加庞克也很奇怪，他推断露露西亚被灭国，或许与暗杀贝加庞克存在一点关系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露露西亚王国响应革命军发动叛乱，随后革命军的参谋长萨博在逃离圣地玛丽乔亚之后，也隐藏在露露西亚王国。如果陆奇的推断成真，贝加庞克遭到暗杀就是因为他和革命军有关联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桃之助暴露了贝加庞克在背叛世界政府。贝加庞克曾用凯多的血统因子研究人造恶魔果实，却告知世界政府研究失败，创造出的恶魔果实属于失败品。来到和之国的 CP0 成员恰好看到桃之助以巨龙凯多的模样出现，证实了贝加庞克在欺骗世界政府，加上贝加庞克与革命军存在关联，才让伊姆派遣 CP0 去暗杀他。贝加庞克会是革命家的成员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